比特币暴拉之后怎么回落了？接下来的行情会怎么走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在昨天暴拉过后呢，目前已经回落了很多了，已经将近$1000了。我们来看一下但是呢，这波下跌这波回落它是没有量能的。如果我们稍微测量的话，大概是$900左右。那我们可以发现呢，如果我们观察量能当时上涨的时候量能是非常充沛的。那我们目前的回调来说，它的量能还是很萎靡。不过呢，我会认为我们这波回落呢，它并不是真正的供应而是我们插出去的这根针多插出去的这根针它是空头爆仓所导致的。因为空头爆仓，当持有空头仓位的时候呢，然后行情爆拉，那行情爆拉触碰到你的止损或者是你的爆仓价的话，那么你就会把你的仓位买入平空。那买入嘛，所以就是一股往上的力量，等于说价格它被多打出去了一段的距离。那随后产生的回落呢，它只是进行修正的它确实可以不需要量能，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供应，而是连环的爆仓所导致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爆仓数据好了，比如说我们在昨天大概是10点多11点左右出的消息嘛，那在24个小时之内呢，我们就爆仓了120个 million， 也就是$1.2亿的空单呢，在昨天被爆仓掉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下方，其实它都有非常完整的数据。那你可以看到昨天这一根，它的时间点呢，就刚好落在我们昨天价格爆拉，并且消息出来的时候。那希望大家不要是受害者啦。所以我们当前的回落呢，它可以不必有需求，它只是针对我们前面呢多打出去这段距离的调整而已。好，那我们来说明一下，我们这波上涨它是不是可延续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昨天的这波拉升它拉升的非常可怕，它从最低点到最高点有$2000多的距离，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最高点到最低点有将近10个百分点其实跟我们前面的这波下跌呢，好像也不会太逊色。但是呢，很多时候这种消息面所引起的上涨它会没有办法持续。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可以举很多很好的例子比如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这轮牛市当中创出来的2个高点，它其实都是由消息面所推动的。包括我们当时在这里所创出来的高点它就是比特币期货 ETF 上线正式上线的时候，然后上市的价格呢就是最高价格。那你可以发现，我们在消息出来的时候，它确实也是涨，而且这根涨幅还不小有6.71%。不过你可以看到，我们随后呢，它并没有延续我们，也就是消息面它并没有办法造成一波趋势的行情，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像从前面的例子呢，就可以获得证明。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消息过后呢，确实暴涨，但是后续这波多头呢没有被延续。那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 Coinbase 上市的时候，也就是这根 K 线我当时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当时比特币往上暴拉的时候呢，哇，那大家都很疯狂，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利多消息嘛，终于有第一家交易所上线了纳斯达克。那当时也是拉了6.26%，光实体部分不过你可以看到后续呢，盘面并没有因为这一波消息而延续多头走势，或者说它并没有开启一波多头所以这种消息呢，它确实是蛮可怕的，因为它不能告诉我们，或者说它是没有延续性它消息一出来，那它的涨幅呢，其实也就释放完了。那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参考前面这波涨幅当时呢也是由于 ETF 相关的一些消息等等的。那其实我们这波上涨，它中间是没有太大的回落的，它是一次直接走完的。包括你可以看到中间这个位置，它涨得最凶猛的这一段呢，它也是一次走完的，中间都没有任何回落。所以我也会认为，如果说我们这一波呢，它只是单因为消息面的话，那么它极有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上走多少，因为我们的消息已经释放出来了，而且这个是比较临时的消息。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根趋势线。如果说这根趋势线碰到受阻的话呢，那我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机会那如果说我们突破，那我们在短期内呢要形成空头趋势，我认为就会比较难了。其实在这个位置，如果说进行受阻的话呢，那么就按照我们之前的步调，按照我们之前所制定的交易计划呢进行，其实就没问题了。就
我们可以在一个好的位置做空。当然，这个空是趋势的空啊，或者说还没有卖现货的，其实也有一个2次逃顶的机会。而且呢，通常我们在创出这种次顶的时候呢，次顶啊，它都是会出现一个结构的，比较少是用这种画门的形式。像比如说，我们当时在这个位置下跌之后的反弹，它也是有出了一个结构的，它并不是说直接用画门的方式。然后这个位置下跌之后的反弹，它也是出了一个结构，并不是说上涨之后呢立刻直接画门下来啊，这种情况就会不太可能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其实我们以目前这波上涨呢，它是针对前面这波下跌的0.382的反弹。OK， 就实体部分啊，实体部分。那如果说我们测量我们第二段的下跌的话呢，这是第一段下跌，那这是第二段下跌，它是第二段下跌的0.618反弹，非常非常精确。你可以发现下跌之后，然后反弹，那么反弹碰触的点呢，就是在0.618嘛。OK， 那我个人会认为啊，其实我们接下来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前期箱体的下缘的位置，大概在28500到29000这个位置。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受阻的话呢，那其实我们就按照刚刚所制定的交易计划就没问题了。那如果说连前面这个高点啊，当然这里是很保守了。如果说连前面这个高点大概在，如果我们精确一点的话，30222的这个高点，如果都被突破的话，那么我会认为我们前面这一波空头啊，它其实已经走完了，因为或者是说我们这一波以这里为起点的空头呢，它是走不成的。那如果说我们不抓那么保守啊，那可能大概就是在29000上方这个地方呢。那如果说能来到这里哦，它表示什么？我们下跌最猛烈的这一段啊，全部都被吞掉了。那空头可见它就没有任何优势剩下来了。好，那我们再切到小级别一点吧。再小级别一点呢，其实在昨天，当然了，我个人是没有去做多啦，但你可以发现啊，它的量能呢，其实从4小时来看是有的，是有的。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它有没有在出现这种连续的上涨，那我们再做决定。那当然了，如果说要选择做空的话呢，一定要等待它的结构出现哦。最快，我相信都要个1-2个礼拜。如果说没有1-2个礼拜的话，它要再来一波下跌的话，确实是几率是不高啊。所以接下来的机会呢，我一定要好好观察的。说不定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趋势空单非常非常好的入场时机了。那如果你想要参与这笔交易的话呢，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立即赠送你$1000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这是真实的合约仓位，你可以选择多单或是空单。开好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看见盈利了。如果说你有赚钱的话，那如果说你没有赚钱的话也没关系，因为这本来就是赠送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